欢迎来到一群营养师给生活加点营养。如何把血糖控制稳定啊，是大家越来越关注的健康问题。那把血糖控制好啊，不仅仅是预防糖尿病，对于减重啊、提高活力、帮助情绪稳定，还有维持心血管健康，都能带来好处。那在血糖控制的饮食当中啊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控制是最重要的一环，而且也是饭后血糖的决定因素哦。那另外一方面啊，食物的处理和烹调方式也会影响饭后血糖的反应。那以下就分享几个在日常备餐及料理中就可以简单实做的方式，帮助稳定血糖。在富含碳水化合物及高 GI 的食物当中啊，加入醋或是搭配腌制的食品，像是泡菜，那这样呢就可以抑制肠胃中的消化酵素，让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降低，而降低饭后血糖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例如像是炒面的时候啊，可以加点醋，或是吃饭的时候可以搭配泡菜或是醋腌萝卜。第二招，减少烹饪的时间或是烹饪的水量，让面条啊、米饭啊，或是其他淀粉类食物煮得比较有嚼劲，因为煮得比较久啊，比较软烂的食物更好消化，那这样就会让饭后血糖容易上升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煮粥的时候啊，不要煮得像生滚粥一样，煮到米心开花、糊糊烂烂的，或者煮面条的时候不要煮太久、煮太烂，要保持面条的嚼劲。将熟饭、熟面或是其他煮熟的淀粉类食物啊，放入冰箱冷藏，然后冷冷的吃，或者加热的温度啊，不要超过130度，这样子就能够增加抗性淀粉。抗性淀粉啊，是不会在小肠之中被消化，而是会在大肠之中啊被肠道细菌发酵，因此能够降低饭后血糖。那要增加抗性淀粉可以怎么做呢？像是白饭冷藏之后啊，做成饭团，或是面条冷藏之后啊，做成凉面。那另外像是便利商店的饭团啊，也是会有抗性淀粉的哦。那在一餐之中啊，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啊，要搭配丰富的蛋白质、高纤蔬果跟好的油脂。除了能够增加饱足感之外啊，也可以放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，不要让餐后血糖冲太高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低脂的鸡肉、鱼肉或是里脊肉，搭配花椰菜、菠菜、高丽菜，再淋上适量的橄榄油啊，撒上海盐跟黑胡椒，就是均衡健康又可以帮助控制血糖的一餐啦。最后一招，改变进食顺序。没有空或是不会煮饭也没有关系，只要稍微改变进食的顺序啊，就可以对血糖控制有非常大的帮助哦。用餐的时候，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。高纤维的蔬菜啊，摆在最前面，慢慢吃，充分咀嚼，能够让大脑释放饱足讯号，也可以帮助控制食量。最后啊，再吃碳水化合物。那因为前面呢已经吃了蔬菜跟蛋白质了，所以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就会放慢，就能够帮助稳定餐后血糖。很多人啊想到控制血糖就觉得很困难，那血糖控制啊确实不是1天2天就可以做到的事情。不过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方式，一步一步来，循序渐进，让血糖控制这件事情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像是以上所提到几个小方式啊，就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简单做到的，尤其是最后一点的改变进食顺序。下次吃饭的时候试试看吧，欢迎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哦。希望今天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别忘了订阅给生活加营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